在上期視頻當中，我用機械動力的蓝圖加農炮搭建了古分機小黑塔，解決了前期刷存在值的問題，並且前往精靈迷宮樹獲得了下位土精靈的傳承。那麼廢話不多說，直接開始今天的冒險之旅吧。那麼接着來小黑塔刷存在值吧。但是在刷之前，先到塔上面用這個惡意吸收寶珠把周圍5×5區塊內的惡意等级清零，這樣就不會生成帶着惡意等級的小黑了。不然這個萊特朗惡意的等級變高之後，怪物會非常的惡心啊，會給你上各種底 buff 還肉的一批。雖然依舊不是我的對手，但是這整一堆底 buff 屬實惡心啊，特別是上什麼黑暗和失明的底 buff。那現在就可以直接開刷了，然後這個末影人一隻的存在值是3300點，殺一隻我剛好可以掠奪到99點的存在值，說實話有點少的誇張了呀，但是數量上還是勉強說得過去的，也是我能戰勝 BOSS 之前的無奈之舉了。除了刷存在值以外，還能刷點終極魔晶石，因為小黑是會爆終極魔晶石的嘛，這個終極魔晶石10000個可以換10個薄幣，算是前期一種比較賺錢的方法了。然後42個薄幣加50級經驗，可以在這邊買到大部分的獨特技能啊。除此之外呢，有些小黑還會背這個背包嘛，這些小黑的背包裡面是能開出來好東西的，像什麼星辰啊、以太礦啊、星雲之眼啥的，甚至有概率會開出虛空珍珠啊。所以建小黑塔來刷存在值也可以說是一舉3得了吧。但是精靈迷宮樹的20分鐘 CD 已經賺好了，我要先去精靈迷宮樹祈願一波好吧，希望這次來個上位精靈回應一下，來回應我吧。有上位精靈，上位水精靈啊，兄弟們，看一下這波他給了我們石魔酸雨、吹雪神之怒、水還有水刃喲血。這個吹雪可以說是神技了，後期也能一直用，一個範圍的 AOE 技能，持續時間很長，並且傷害很高，我只能說非常的無敵，好吧。走吧走吧走吧，可以回去接着刷存在值了。然後接着再猛猛刷存在值吧，先刷到20萬存在值成為魔王种，並且刷到全套究極金屬套再出伤，好吧。生物钢有，我的頭盔已经升級成这个身体魔钢头盔了，兄弟们。哦，已经成为魔王种了，那就意味着我現在就可以收集靈魂了。2000存在值等於1靈魂，收集1萬靈魂就可以進化成魔王了。那也就意味着我們需要收集2000萬的存在值才能進化成魔王。但是實際上這個靈魂好像是直接獲取魔物的全部存在值轉化為靈魂的，並不是跟我提升存在值一樣需要去掠奪，一次還只能掠奪個3%。為什麼我會這麼認為呢？因為這1萬靈魂獲取的速度遠超我的預期，並沒有讓我感覺到我付出的時間是能夠讓我掠奪到2000萬存在值的。所以這1萬靈魂想要集齊還是挺快的，接下來就先靜靜的等待着全套究極金屬套的登場，好吧。2000 years later。OK， 刷完收工。先看這個背包，以太礦拿走，鑽石召回藥水 ，nice。然後這個背包看一下，哇，星雲之眼，兄弟們啊！它是星雲之眼被改了是吧？增加0%的魔法傷害，增加0%的魔法抗性，15%概率如同末影人一般躲避攻擊。使用主動技能後，我的攻擊附帶150%的傷害，免疫末影珍珠的傷害，但我在水中將受到額外傷害。什麼鬼啊？這個星雲之眼被改成死了呀！魔法傷害和魔法抗性都沒了。OK， 然後掉落物的話全撿完了，然後咱們再來看一波，這一波都出了些什麼東西，好吧？神秘寶箱這個不知道幹嘛的，但是據說可以在商店裡賣哦，可以賣金幣的。然後普通戰利品袋這邊末影珍珠很多，末影珍珠這邊多少組啊？7組多，哦不是8組多，一組是2000個。那這邊末影珍珠刷了16000個差不多，這個魔晶石的話也差不多，也是13000多吧這個。然後再看咱們的裝備啊，我的裝備已經進化到這個究極金屬套了。這究極金屬套的話，應該是這個整合包最強的裝備了，好吧？然後它上面的話還會有一些他自己領悟的這個附魔，比如說這個究極金屬頭盔的元素提升，還有這個堅固。元素提升的話是增加裝備的每件裝備的自然效果的傷害輸出。很拗口啊，它這個，但不知道有什麼用啊，說實話。然後堅固的話，可以增加武器的傷害和裝備的耐久，使物品無視環境傷害啊。基本上每一個裝備它都會多多少少領悟一點技能啊。但是這個胸甲不知道為什麼只領悟一個負3神。然後我的武器也是變成了究極金屬劍，最強的武器，106點攻擊傷害，其實並不是最強啊。但也很強就對了。然後這個裝備的進化順序我說一下吧，從下界合金頭盔開始算的話，就是下界合金頭、下級魔鋼頭、上級魔鋼頭、純魔鋼頭、身體魔鋼頭，然後就是最強的究極金屬頭了。
OK， 完事之後呢，咱們再看一下这個任務啊。任務的話，這邊我們完成了很多任務，這邊統一把這個獎勵給領一下吧。這個純魔鋼套的話，它這邊是給個隨機獎勵，然後一個金幣；身體魔鋼套一個金幣，然後一個身體魔鋼锭。這邊究極金屬的話是5個铂幣，哇，這個給的多。還有一個究極金屬锭，可以。然後這邊隨機獎勵有概率會出這個技能，就是獨特技能，什麼演奏家之令、捕食者之令、傲慢者之令、暴食者之令。來，祝我出一個捕食者之令好嗎？來吧。希波庫特花，這個希波庫特花應該也行吧，它可以用來做魔力池。然后接下来咱們先搞一點這個铂幣吧，在這個大世界冒險這邊，末地城廢棄堡壘，然後這邊建造小黑塔，5000個末影珍珠可以換10個铂幣啊，咱們等一下換一下這個，先去末地城，然後再去廢棄堡壘吧。距離我900米，直接走這邊。OK， 先來這個末地城上面，末地城的任務完成了，上這個末地床，來這邊拿下鞘翅，這邊看一下幸運之眼。天體果實加一個戒指狼味，直接吃。絕妙的果子可以。鞘翅拿走，天空即为极限。哎，邊上就是末影山莊，可以。一座廢棄堡壘 ，nice。OK， 這倆任務完成了，直接回家吧。啊不回家，直接去精靈迷宮樹，直接來祈願一波，看看這一波的話，他會給我們什麼技能啊？來吧，祈願。中位元素精靈，空間系的嘛，這個是我獲得了傳送門、縮小空間傳送，還有空間操作。這個傳送門還是不錯的，可以直接傳送到想去的地方，只要輸入坐標就行了。但是每一格距離都要消耗50點魔素，這個魔素消耗還是有點嚇人的呀，所以得慎用。等後期幾百萬魔素了，基本上就能隨便用了。OK， 這兩個地方都去過了，然後接下來提交5000個末影珍珠，可以給10個铂幣。來吧，提交吧。OK， 這邊10個铂幣領到啊，果然它不是重複完成的任務，那沒事了。那目前是17個铂幣，距離42個铂幣還是有點距離的。那既然如此，咱們先把萬福必應破戒搞了吧。這個東西是有辦法讓我們100%得到上位暗精靈的回應的。上位暗精靈給的暗屬性魔法可以說是這個整合包的 T0級別魔法了。要做出這個東西也非常的簡單啊，只需要略微的發展一下魔法之歌就行了。OK， 獻祭匕首，先拿這個獻祭匕首右鍵一下，割一下自己。然後對着地面按下右 Alt，OK， 這樣的話就會出來一個魔法陣。然後現在就可以在左上角看到又出現了一個新的數值，這個就是魔法使這個模組的法力值。而我現在要做的就是去提升這個法力值，因為制作萬福必應破戒所需的法力值是5000點。那麼該如何去提升法力呢？很簡單，只需要使用法力就可以增加法力上限。所以我們直接使用這個吸血結界去消耗法力就行了，每秒可以消耗5點法力值，直接多整幾個，消耗速度嘎嘎快啊！這邊給大家擺一個這個吸血結界的法陣啊，哎，2個鐵，然後一個綠寶石 ，OK， 吸血結界，然後右鍵一下，它現在就啟動了。啟動之後的話，它就消耗我這個魔力，看到沒有？我這個100點的魔力，它這邊正在消耗，然後消耗100點之後，它會多一點這個魔力上限的。然後這個消耗速度它是快了，但是也得有法力去消耗才行啊，所以還需要用到這個時間交換的法陣，先向未來的自己貸款一點法力值，好吧？這個法陣它是前面12個小時每秒恢復10點法力值，後面12個小時每秒會消耗10點法力值，當然是遊戲中的12個小時啊，也就相當於現實中的10分鐘。所以這個12個小時之後直接把法陣拆了，我們的貸款法力值就不用還了。現在就可以看到我們這個法力值提升的嘎嘎快啊，多的法力值還可以存到銅吊寶石裡面。Later. OK， 銅吊鑽石1萬，那咱們現在來做一下這個萬福必應破戒吧。我現在1萬的話可以做2個萬福必應破戒啊。把這個魔法布料放下，然後右鍵一下，把這個法陣給上，然後分別把10英鑽石金的粉末放上，2個概率轉化，直接收起來啊。概率轉化卷軸，然後現在就可以做萬福必應破戒了。鑽石粉末、金粉末，然後10英粉末，這2個概率轉化的法陣給它運行起來先。然後紫松果這邊丟一個，這邊丟一個，最後直接用概率轉化卷軸長按右鍵就行了，會消耗5000點的法力值。我的銅吊鑽石裡面還有1萬點法力值。OK， 到手了，萬福必應破戒這個東西啊。然後這個萬福必應破戒這邊還有個被除術和魔術，這個東西我就不講了，好吧？在這個包裡不是很重要啊，反正你只要知道被除術為0，魔術為2的萬福必應破戒，在祈願的時候可以100%讓上位暗精靈回應你就完事了，就按照我剛才的做法啊。走，找那個精靈迷宮樹去祈願一手。來了，來吧，準備祈願。先用這個萬福必應破戒，右鍵這一下上一個這個概率轉化的 buff， 然後直接祈願。好吧，正常來說應該是會有一個上位暗精靈來回應我們的。OK， 對的，沒錯，看到沒有？上位精靈為暗回應了我的祈禱，獲得了黑暗立方體，不對，是暗黑立方體，然後還有暗
暗界重音爆、引附真实黑暗这些法术啊。然后这个暗黑立方体和暗界重音爆这两个技能非常的强啊。来吧，我们先试一下这几个法术的力量。先来个暗黑立方体，一次是造成10眼伤害，然后会持續造成傷害。這個東西我們用一下這個暗界重音爆聚氣。我靠！激光射線吧，不是他這個法力的消耗這麼誇張啊！但是這個技能的傷害還是非常的誇張的，後期神器了，只能說。